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真不缺。今天我听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呢，就是有人想要来挑战，听说是一个叫做木星的人，不是这个木星，是这个木星。听说他自称是层架收纳王。那我很少听到有人想要跟我挑战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本人呢，我本人，我本人呢，非常的会收纳。我对于收纳真的是非常，我平常只不收而已，我不收我就放在那边，看起来乱七八糟没错，但是我只要一收起来，哇，连我自己都会怕。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梦想，是收纳王这个称号。突然就醒来啊，我是收纳王。那今天有人进来跟我挑战这个位置，我当然就会拿出我10%的功力来收给他看。木星，对不对？那非常刚好呢，又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特利屋呢，提供了一个叫做轰动的5层的收纳层架，要让我来表现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前面这段会不会太多？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多。好啦，废话多说，那今天呢，我就要用这个轰动的层架呢，来稍微挑战一下我们的木星啊，毕竟他都已经提出暂帖了嘛。那身为一个家的工具人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个家现在是只有我一个人啊，那当然我就是这个家的工具人，要来火力展现一下，让这个下暂帖的木星吓一跳。那我的目标呢，就是以后让他听到收纳王几个字呢，就觉得无地自容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到 Go。好，回来，工欲善其事啊。那我现在必须先把我的层架拿出来。就超级重。哇，好重！好，那我搬过来了，那它大概就是一个长这样子的状态啊，轰重，它是5层的。那我们先来组装它一下吧。它不是，因为我这房间没有冷气，所以有点热。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说明书了，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そうですね。来玩拼拼乐吧。好像有一种在煮钢蛋的感觉了，应该是要把它剁在一起。そうですね。好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备料完毕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这个高超的备料技术呢，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，我待会要收纳东西的时候，应该会是非常整齐的，感觉我好像在做什么馒头或糕点之类的，一样的意思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，好，不要说太多了，我们赶快开始。好热。它站起来了，耶！我们这样子应该算完成很多了吧？不错哦，很耐哦。哇，没想到这个组装这么稳啊！大家可以看到，超稳哎！我整个人在上面都没有问题，而且它的组装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样重复5次就好。感觉它等一下会非常高，不知道会不会撞到天花板。来吧，继续。第3层。我这边把它拼好了，就是一个5层的架子，没错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可以来收纳一波，让木星看看我的厉害。又不是在拍 vlog， 干嘛这样转场？好了，我们继续。其实这样煮完还蛮有成就感，突然觉得我好像还没当上收纳王，我就变成这个组装王，也不错，组装王。继续。我想要把它放在旁边的这个位置。身为一个 YouTuber 呢，就是要放一些 YouTube 的东西，感觉蛮帅。我来想一下我要放什么好了。Go。在这个位置看好像比较清楚，再放一些小东西。你就住在这吧。好吧，它好像不是很适合放在里面，你去睡床上好。好，我去睡床上，拜拜。有没有看起来蛮可爱的？我应该再多放一点东西。之前有看我影片的人应该有看过我贴过这一张，我很喜欢它，我觉得它超酷的，一个可爱的脸。好，你就在这个位置好好反省吧。黄色吧。给他一个灯在这边，然后身为一个知识型的 YouTuber 呢，真敢讲，其实我非常多的这种资料，大概就是一些我以前在做比较社会议题类型的影片的时候会看的，然后或是会写的资料，就是一些比较硬一点的资料。例如说，我之前在做台湾爸影片的时候，因为我个人习惯是会写非常多的资料。哇，这是台湾爸以前的资料好怀念哦。哎呀，还有英文的。我还画了一个奇怪的脸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在干嘛？好可爱哦！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好好收纳，真的会弄丢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摆哪里了，所以我决定要把它摆在这个架子上面，这样我就不会丢掉。好，那我拿了一个箱子，想要把这些资料全部收进去。好了，你就在这边，你有家啦。好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本人非常的爱看书，所以我要把我一些书放在这个地方，这样就不会乱七八糟。OK， 好，赶快。
还是倒了。我之前非常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书，当创意遇上创意，这是龚大中写的。我怎么流那么多汗啊？如果看书的话，最好还是要把书分类啊，就是同样类型的放在一起。然后像这种就是比较创意类型的，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。Yes。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就这种类似工具书之类的东西，因为我以前几乎都没怎么在读书，所以这种类型的工具书都是在出了社会之后才恶补的。辛苦。哇，这个是比较硬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张五常老先生的跟经济学相关的书啦。那这是之前在那个看逻辑思维的时候去买的。哦，逻辑思维です。它里面的内容很多都用到经济吧上面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经济吧这个柜子或是这个柜子。好啦，其实我书还有一大堆啊，不过我先放这些上面好了。凹凹凸凸好像有不舒服，我之后再调整好，先放别的东西。啊，soですね。那上面2层大概是这种感觉，那下面呢，当然要放一些就是比较创作人会有的东西啦啊。作为一个 YouTuber 呢，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平常拿来用来拍摄的东西，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。Yes。你看平常这种大灯，有没有拍比较大规模一点的片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打亮，然后对着墙壁照之类的。然后这种通常就是这种大灯的那种电源线啊，你把这种线收好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然你要用的时候就全部乱糟糟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整理。所以平常就要把它整理好。那像我就是现在才开始整理，是吧？然后每次要用的时候都会弄得乱七八糟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就好，就不会弹开。我们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大家以为 YouTuber 就是把影片拍完然后剪辑完就没了吗？没有，这些奇奇怪怪的道具哦，有时候那种习惯比较不好，拍完之后没有把它收好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光是找它你就花半个小时在找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固定收纳这些东西的位置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拿来干嘛呢？哦，不是来打麻将的，好不好？有时候有些线乱跑，有没有？把它夹起来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就把它夹在旁边吧，它很方便，可以拿来夹线。我就把灯罩放在这个箱子上面吧。看起来非常舒服呢。这里还有一个小麦克风，是谁偷走了我的麦克风？哇，这首歌超有年纪耶！来，放在这里。好。还有这个也是我平常拍摄会用到的东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些拍摄的时候会比较精密的仪器，通常都会有个大箱子把它装住，放在这里吧。好，还有一些器材也是一样，这些装置平常都是拿去外拍的时候很重要的装备呀，放这里。哦，这样比较霸气。好，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出来，我们的1、2、3、4格也差不多了。那这上面要放什么呢？我想一下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放一些大一点的东西，平常比较不会用到，然后比较大的东西。哈哈，这种东西，这个不是棉被，好不好？这是平常有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些需求，比如说背后的颜色是红色啊，或是黑色啊，这种布就很好用。我觉得把它放在上面是一个很好的位置。你看，还有这种花的。那这种颜色就是比较清新一点的风格，比如说拍一些美妆啊，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影片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种比较清新的风格，把它放在后面的感觉是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志不许。好，把它放在上面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你就在这边好好反省吧。书，然后比较风格一点跟 YouTube 相关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工具的2层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这边后面从一开始没有到这边，现在多了一个柜子在这边，然后以后就可以要找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马上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就不会东一个西一个乱七八糟。如果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小蜡烛点燃，感觉应该蛮酷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把蜡烛点燃有一种诡异的感觉。有没有看到？感觉就是这样。晚上有没有点温馨感？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恐怖哎。好，我也不知道我刚才那一 part 到底在干什么。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工业风的建筑，那它可能不完全是工业风啦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跟我心里的感觉也差不多，还不错。如果这个墙壁的颜色它是比较偏暗色，或是它有一些砖头外露的话，那你感觉一定会非常好。整体来说，我是非常喜欢的，感觉非常的舒服。那身为一个加农工具人，des， 相信这样子的表现呢，也足以打败木星了。待会我会把影片放在这边或这边的 info card 上面。OK， 影片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们按个赞、分个享，或是按下面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。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努力生一支影片来跟各位朋友聊聊天，千万不要错过喽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